把木鱼喊回来，把木鱼喊回来吧。盘点那些普通话10级的大熊猫，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很爱唠嗑，没想到东北的熊孩子也那么能唠。目前生活在吉林长春熊猫馆的初心和奶妈的日常对话，那是字字清晰，句句回应。奶妈给初心喂小苹果，初心吃得很开心。好吃不？好吃啊，好吃多吃点啊。吃吧，吃胖胖的啊。在外场玩雪玩得正嗨的初心，听到奶妈喊自己名字，便立刻趴在围墙上探着头回应奶妈。初心，哎，看不着你啊。初心。而当有人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即便他都走出很远了，也不忘给句回应。你是暮云还初心呢？初心呢？虽然初心和暮云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，但两个小家伙的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初心生物钟很准时，到了下班点就会主动来到门口等着回家。暮云则喜欢拖堂，每次都要喊他很久。有一次初心又早早的守在门口着急下班，但奶妈说暮云还没回来，要等他一起，于是让他去喊暮云。暮云呢？把暮云喊回来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结果初心真的能清晰地喊出暮云的名字，这普通话标准的程度和他远在大连的叔叔金虎有着一拼。金虎可以做到无障碍和奶妈对话。我喜欢泳泳，说喜欢泳泳，说喜欢妙音。哎呦我天哪！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妙音呗？哎呀，喜不喜欢飞云？啊？因为王雪奶妈总喜欢逗金虎，所以金虎还会和王雪奶妈吵架。哎呀，刚才说你了，刚才说你了。果然金虎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，他都能接得住，怪不得有传闻说当年计划让金虎参演一部电视剧来饰演飞云的老公，结果在对戏的时候，演员说一句台词，金虎就嗯一声，而且他还不挑人，哪个演员说话他都嗯，把导演都嗯无语了。最后只好让妙音女扮男装顶替他，而他的好外甥萌兰从小也是个嘴炮，一群小熊都在等吃的，就他叫的最欢了。我回来了。你咋了？据说因为他话实在太多，小伙伴们嫌他太吵，还曾把他推进沟里。萌兰也可以和发姑奶爸无障碍交流。60多斤啊！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来，胖娃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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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还知道哪些语言天赋异禀的大熊猫呢？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贤贤大仔的正脸，小家伙的眼神和同胞弟弟贤贤小仔非常不同。贤贤小仔在圈养环境下被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眼神里尽是纯真与可爱，而贤贤大仔自出生就跟随妈妈一起参加野培，因为鲜少接触到人类且生活在野外，他的眼神里更多的是坚毅和警惕。虽然他不似弟弟那般饭来张口，万事都需要自力更生，但是他也收获了自由。他们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精灵，如此美妙的风景可能是弟弟一辈子都无法看到的。如今的贤贤大仔跟着妈妈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的本领，即便是大雪封山，他也能爬上20多米的大树，趴在树杈上美美的睡觉，在远处不仔细看真的很难发现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在细细的树枝上如履平地般走来走去，这超强的抓握能力和平衡能力也能为他在野外生存多一份保障。贤贤也好爱他，小家伙爬树，贤贤不放心就在树下守着他。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贤贤还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，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现在贤贤已经开始教他采食竹子了，小家伙拿着竹子啃，贤贤还帮他举着另一头，这模样像极了人类妈妈手把手的喂孩子吃饭。吃饱喝足后，母子俩还打着手电筒玩起了打雪仗，而另一边，贤贤小仔也坐在院子里欣赏着雪中的风景。两兄弟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，但也都是带着对方的期许快乐的生活。你替我安乐，我替你自由。这笑容别致的小熊就是飞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奥运，因为他出生在2008年8月8日，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，有着非凡的纪念意义，所以就取名奥运。奥运如今生活在神农架关门山景区，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天然氧吧。奥运的院子就在山脚下，真的又大又漂亮，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，简直是视觉上的享受。而且奥运院子里还有一个超大的活水泳池，这样豪华的配置，可以想象大熊猫生活在这里会有多快乐。如今的奥运已经16岁了，
看起来依旧白白胖胖奶乎乎的，足以见得奥运身心健康，被照顾得很好。因为有这么大的院子需要奥运管理，奥运园长每天可忙了，给小树修剪树枝这种事都是他亲力亲为。他还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，扒着围墙伸着小手，还想和饲养员击掌。奥运的隔壁住的是他的心上熊韵韵，韵韵是北洞影后徐萌萌的亲妹妹，也就是萌兰的亲小姨。两小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奥运与爸爸卢卢的暴脾气不同，他的性格非常的温顺，平时就连韵韵都打不过，还曾被韵韵一巴掌扇下木架。虽然韵韵偶尔会凶他，奥运还是喜欢的不得了，即便是隔着围墙也要追着韵韵跑。但韵韵多数时间都是对奥运的爱是已读不回的状态。然而就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因为园方不怎么宣传，就连很多湖北本地人都不知道。如果偶尔想放空一下，神农架这个天然氧吧绝对值得一去。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，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立刻起身去室内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一仔这孩子真的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，整天眼睛滴溜溜转，像是有800个心眼子。但有时候看他的行为，又觉得他傻得可爱。别的小熊钓猫时都很积极，饲养员就可以借机锻炼他们的后肢力量，而七仔可不这样。他躺在地上张着嘴，只有舌头在一卷一卷的召唤胡小姐。上一个这么做的还是虫洞的懒香懒贵妃。七仔这架势像是在说，识相的赶紧送到我嘴里来，想练我可没这么简单，有本事你把我这个黄毛饿死啊！小样，我只要一顿不吃，你们都得过来求我。但如果说七仔这是聪明，知道怎么拿捏饲养员，那他站在树边召唤小苹果的这幕可就有点看不懂了。你说他懒吧，他还站得笔直笔直的；你说他不懒吧，这分明伸手就能摸到。他这是在用意念召唤果果吗？后来才知道，七仔在室内的时候，饲养员给七仔喂胡小姐，七仔也是躺在那张着嘴，一动也不动，等着奶爸把胡小姐送到他的嘴里。大家都知道，七仔咬了娄阿宝，给他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扳手耳朵，因此都说七仔是暴力熊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跑去给乐乐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咬阿宝的过程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模仿老丈人脚拖脸的招牌动作，只是阿宝腿长，看着挺帅的，七仔腿短，这个动作做起来看着就憨憨的。听到这感觉七仔是有些茶里茶气的，但七仔又很善良，喜鹊啄他的毛，他也不生气。他们有时候甚至非常嚣张地飞到七仔的头上，但七仔还是会和喜鹊和谐相处。七仔因为基因珍贵，所以他可以随便挑媳妇儿，但他偏偏又是最不挑剔的那一个。饲养员说七仔很博爱，不管高矮胖瘦，年龄大还是年龄小，七仔都很喜欢。七仔想动的时候，可以为了一口胡小姐走上2里地，不想动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动。现在都说不清七仔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了。